各位好，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有家公司最近突然變成 YouTube 和美股科技圈裡的熱門話題，不是因為它剛剛發了一份普通意義上的好財報，也不是因為它終於從一隻傳統半導體股變成了 AI 概念股。真正讓市場情緒被點燃的是黃仁勳在 Computex 上把 Marvell 推到了台前，說它可能成為下一家萬億美元公司。今天聊 Marvell Technology， 股票代碼 MRVL， 中文一般叫邁威爾科技。老黃一句話直接把一家公司從 AI 基礎設施配角推成了市場重新定價的主角。截至2026年6月16日附近， MRVL 股價已經來到300美元上方，市值接近2760億美元。這個價格已經不是便宜半導體股的估值，也不是傳統網絡芯片公司的估值。市場現在給 Marvell 的身份是 AI 數據中心擴張週期裡連接、光通信、定制芯片和英偉達生態之間的關鍵節點。這期節目要講的不是黃仁勳一句話能不能把 Marvell 直接送進萬億美元俱樂部，市場真正需要判斷的是 AI 基礎設施的下一段漲價邏輯會不會從 GPU 本身擴散到 GPU 之間、機櫃之間、數據中心之間的連接系統，而 Marvell 正好站在這個位置上。為什麼現在輪到 Marvell 被市場重估？過去2年 AI 交易的主角一直是英偉達，市場最容易理解的邏輯也很直接，訓練大模型需要 GPU， 推理需要 GPU， 數據中心擴建需要 GPU， 所以英偉達收入暴漲，市值一路向上。但 AI 基礎設施走到2026年，故事開始發生變化。一個數據中心不是把一堆 GPU 買回來插上電就能運行， GPU 越多，系統越複雜，瓶頸反而會從單顆芯片的算力逐漸轉移到芯片之間，怎麼通信，數據怎麼流動，光模塊怎麼承載，網絡交換怎麼調度，不同類型的計算單元怎麼協同。如果把 AI 數據中心想成一座城市， GPU 是裡面最貴最耀眼的工廠，但城市要運轉還需要道路、橋梁、港口、電網和物流系統。 Marvell 做的恰恰是這些不太容易被普通投資者一眼看懂，但數據中心離不開的底層連接系統。這就是為什麼 Marvell 最近會突然被市場拿出來討論。它不是第二個英偉達，也不是簡單替代英偉達，它更像是 AI 工廠從單點算力競賽進入系統級擴張之後被重新照亮的一塊基礎設施拼圖。Marvell 自己在2026年1季度財報裡也給了市場一組很清楚的信號，公司季度收入達到 24.18 億美元，創下公司紀錄，同比增長 28%， 環比增長 9%。其中，數據中心業務收入達到 18.33 億美元，占公司總收入的 76%。也就是說，現在的 Marvell 已經不是一個業務分散、靠多條傳統半導體線慢慢增長的公司。它的收入重心已經非常明顯地壓到了數據中心上。更重要的是，公司給出的下一季度收入指引是27億美元上下 5%， 對應同比增長大約 35%。管理層還表示，2027年收入增長會逐季加速，背後主要由數據中心業務推動。對市场來說，這種表達很關鍵，因為它說明 Marvell 不是只靠一次發布會、一次概念合作，臨時蹭上 AI 熱度。財報裡的收入結構已經開始和 AI 數據中心擴張週期綁定。很多人講 Marvell 會簡單把它歸類成 AI 芯片股，這個說法沒有錯，但太粗。Marvell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同時踩在3條線上：定制芯片、高速網絡、光互聯。第一條線是 Custom Silicon， 也就是給大型雲廠商和 AI 客戶做定制芯片。大型雲廠商越來越不滿足於只買通用 GPU， 亞馬遜、谷歌、微軟、Meta 這些公司都在試圖把一部分 AI 工作負載放到自研或定制化芯片上。原因很簡單，當 AI 算力支出一年幾百億、上千億美元的時候，哪怕單位成本下降一點，長期都是巨大的利潤空間。Marvell 在這裡扮演的角色，不是自己做一個面向所有客戶的標準 GPU， 而是幫這些大客戶做專用化的計算芯片和相關連接方案。它更像一個高級芯片工程承包商，客戶給出需求， Marvell 把芯片、接口、網絡和系統集成能力拼起來。第二條線是數據中心網絡， AI 集群越大，芯片之間的通信越重要。訓練大模型不是一顆芯片獨立幹活，而是成千上萬顆芯片共同處理同一個任務。
中間任何一段連接速度不夠、延遲太高、帶寬不足，都會拖慢整個系統。Marvell 的交換芯片、以太網方案、SerDes 高速互聯產品在這裡就變得非常重要。以前投資者看半導體，容易把網絡芯片當成比較穩定、比較慢的業務，但 AI 數據中心把網絡芯片的戰略位置抬高了，因為現在不是普通服務器互相傳文件，而是 GPU 集群要像一個整體一樣運行。第三條線是光通信和硅光。隨着 AI 集群越來越大，同線連接的距離和能耗限制越來越明顯，光互聯的重要性會上升。Marvell 收購 Celestial AI 和 Polariton Technologies， 就是在往這個方向補能力。Celestial AI 做的是 Photonic Fabric， 也就是用光來做芯片和內存之間、芯片和芯片之間的數据移動。Polariton 則和高速光連接性能相關。這些聽起來比較技術，但落到商業邏輯上並不複雜。AI 數據中心越大，數據移動越貴。誰能讓數據在芯片之間、服務器之間、機櫃之間跑得更快、耗電更低、延遲更小，誰就能從 AI 基礎設施升級裡拿到更多價值。Marvell 的故事不是我也有 AI 芯片，它更像是在說，當 AI 工廠越來越大，連接系統會變成新的收費站。今年3月，英偉達宣布向 Marvell 投資20億美元，並且雙方圍繞 NVLink Fusion 建立戰略合作。這個合作非常關鍵，因為它解釋了 Marvell 和英偉達之間那種微妙的關係。表面看 ，Marvell 的定制 AI 芯片業務可能會和英偉達形成競爭，大型雲廠商做自己的 ASIC， 目標之一就是降低對英偉達 GPU 的依賴。英偉達當然知道這一點，但黃仁勳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簡單把定制芯片都看成敵人，他選擇把 Marvell 拉進自己的 NVLink Fusion 生態裡。NVLink Fusion 的意義是讓第三方定制芯片也能接入英偉達的高速互聯體系，和英偉達的 CPU、DPU、網卡、交換機、GPU 系統協同工作。換句話說，哪怕未來部分客戶使用 Marvell 幫忙設計的 Custom XPU， 這些芯片也可能繼續運行在英偉達定義的系統框架裡。英偉達不一定非要賺走每一顆 AI 芯片的錢，但他希望控制 AI 數據中心的系統標準和連接生態。這也是為什麼這筆投資不是簡單的財務投資，它更像是一種生態綁定。Marvell 得到了英偉達的背書、接口和系統入口，英偉達則把一個潛在的 ASIC 競爭者納入自己的 AI 工廠版圖。從 Marvell 角度看，這個合作的價值很直接。過去市場講 ASIC， 最常拿來對比的是 Broadcom。Broadcom 在定制芯片領域地位很強，客戶資源也很深。Marvell 如果要在這個市場裡獲得更高估值，就需要證明自己不只是另一個 ASIC 供應商，而是同時具備定制芯片、光互聯、以太網交換、Scale Up 網絡和英偉達生態兼容能力的系統級供應商。黃仁勳在 Computex 站台說 ，Marvell 可能成為下一家萬億美元公司，市場當然會興奮，因為這不是一個普通分析師的目標價，也不是某個基金經理的樂觀判斷。這是英偉達 CEO 在公開場合給生態夥伴貼上了一個極高的標籤，但標籤不是終點，它只是把市場注意力帶了過來。接下來 Marvell 還要靠收入、利潤、客戶設計、營單和技術交付，證明這個標籤不是一場短期情緒。截至6月16日附近 ，MRVL 股價已經在300美元上方，市值接近2760億美元。按照當前股價和盈利口徑看，市盈率已經非常高。市場不是按傳統半導體周期股來買它，而是在按 AI 基礎設施平台型公司的想象空間來給價格。這就帶來一個很現實的矛盾 ：Marvell 的基本面確實在改善，但股價走得更快。從2025年到2026年 ，MRVL 已經經歷了非常大的上漲。黃仁勳的下一家萬億美元公司說法又進一步放大了市場想象。可是，從2760億美元市值走到1萬億美元，需要公司市值再增長3倍多。這個過程不能只靠概念，需要收入規模、利潤規模和現金流一起跟上。假設公司2027財年收入目標在115億美元附近，2028財年市場和部分報道討論的收入目標可能在165億美元附近，那麼即便增長很快，當前市值對應的銷售倍數也已經不低。對於一家半導體公司來說，估值可以因為 AI 周期而提高，但不能長期脫離利潤兌現。更重要的是
Marvell 的業務裡有不少設計營單到收入兌現的時間差，定制芯片不是今天簽約，明天出貨，客戶項目要經歷設計、驗證、流片、量產、系統適配，中間任何延遲都可能讓市場預期出現波動。所以 MRVL 不是那種財報好，股價就一定穩的股票，它現在被放在一個很高的預期架子上，財報要好，指引要好， AI 訂單要好，客戶進展要好，英偉達合作還要持續釋放想象空間，只要其中一環不夠亮，股價就可能劇烈調整。MRVL 的第一個風險是市場預期已經走在公司前面。黃仁勳一句話可以帶來估值重估，但不能替代3年利潤表。萬億美元公司不是靠稱號長出來的，它需要持續擴大收入，維持毛利率，守住客戶關係，還要把新技術路線變成穩定出貨。現在市場已經把 Marvell 放進了最受關注的 AI 基礎設施籃子裡，這會帶來資金流入，也會帶來更挑剔的審視。第二個風險是客戶集中和項目節奏。定制芯片業務天然依賴大客戶，1-2個 hyperscaler 的項目節奏就可能影響收入曲線。客戶一旦推遲量產、調整架構、轉向自研，或者把訂單分給其他供應商， Marvell 的增長故事就會被重新評估。公司自己的風險披露裡也提到，大客戶佔比提高，數據中心終端市場集中，客戶自研或垂直整合都可能影響業務。第三個風險是 AI 數據中心資本開支週期。現在雲廠商還在大舉投入 AI 基礎設施，但資本開支不會永遠直線上升。只要某個階段市場開始質疑 AI 應用的收入回報，或者大型科技公司放慢數據中心投資節奏，整個供應鏈都會受到影響。Marvell 雖然不是直接賣 GPU， 但它同樣吃的是這條資本開支鏈條。第四個風險是併購整合和技術路線。Marvell 今年完成了 Celestial AI 和 XConn 的收購，又在光互聯、PCIe、CXL、硅光等方向加速布局，這些資產很有戰略意義。但併購不是買回來就自動產生價值，技術整合、客戶導入、產品路線協同都需要時間。市場現在願意為未來買單，但公司需要把未來拆成一季一季的交付。第五個風險是估值回撤。半導體行業再強，也帶有週期屬性。AI 可以拉長週期，也可以放大週期。當市場情緒好時，大家願意給 AI 連接、定制芯片、光通信很高估值。當市場開始擔心資本開支過熱，最先被賣出的往往也是這些漲幅最大、估值最滿的股票。Marvell 這家公司現在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突然變成了英偉達的替代者，而是它可能成為 AI 數據中心從算力堆疊走向系統擴張時的核心受益者。過去市場看 AI， 眼睛盯着 GPU， 未來幾年 GPU 仍然重要，但只看 GPU 會漏掉很多東西。AI 集群越大，連接越重要。模型調用越多，推理網絡越複雜，客戶越想降本，定制芯片越有吸引力，數據中心越密集，光互聯越可能從邊緣技術變成主流配置。Marvell 正好把這些線索連在一起，它有數據中心網絡，有高速光通信，有 Custom Silicon， 有英偉達 NVLink Fusion 合作，也有 Celestial AI 這類光互聯資產。它不像英偉達那樣站在最亮的聚光燈下，但它站在 AI 工廠內部一條越來越關鍵的通道上，這不是簡單的買入或賣出建議。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理解這家公司現在的價格裡已經包含了多少 AI 數據中心擴張、英偉達生態綁定、光互聯升級和定制芯片放量的預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咱們下期見。